在前一节影片中已完成原理图的绘制，接着就可进行印刷电路板的设计。印刷电路板的设计流程由下列7个不同的步骤组成。步骤1，将原理图导入至 PCB 编辑器。步骤2，初始设定。步骤3，设计板框。步骤4，布置元件布局。步骤5，布置同导线布线。步骤6，设计规则检查 DRC。步骤7，检视电路板的 3D 模型。完成上述7个步骤后，即可输出及生产。底下将依据印刷电路板的设计流程，说明如何进行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的印刷电路板设计。步骤1，将原理图导入至 PCB 编辑器，按键盘 F8， 会显示从原理图更新 PCB 视窗。在此要注意是否有错误，若有出现错误项目，则依说明进行修正。因为错误与警告项目都为0，所以单击更新 PCB， 再单击关闭。接着会看到之前所指定的元件封装已导入到 PCB 编辑器，所有的封装会群组在一起，并附着在滑鼠游标上。将带有附加封装的游标移动到图纸上适当的位置，单击左键将封装放下，再单击确认。可以发现 KiCad 已将所有的封装完成归类及分组，各焊盘之间的连线则与暗绿色的细线表示，这些暗绿色的细线称为飞线。此时游标为选择物件模式。飞线英文为 ResNest， 也称为预拉线，是 KiCad 根据原理图生成的一种连接线。在原理图导入至 PCB 编辑时，元件符号会转换成关联的封装，符号之间的连线则转换成飞线，目的是用来引导布线。当布线完成时，飞线会自动消失。飞线和布线有本质区别，飞线只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只表示各种焊盘之间的连接关系，没有电气连接意义。布线则是具有电气连接意义的连接线。KiCad 从 8.0 开始支援飞线粗细的调整，按快捷键 Ctrl 加逗号，开启偏好设定视窗，再单击 PCB 编辑器的编辑选项，在右边窗格的飞线栏位可找到 ResNest Line Thickness， 这个就是飞线粗细的调整，预设是 0.5， 将预设值改成 2.0， 让飞线显示清楚一点。调整完成，单击确定。单击左侧工具栏的显示飞线按钮，可切换显示或隐藏飞线。单击左侧工具栏的弯曲的飞线按钮，可切换飞线是用直线或曲线来表示。步骤2，初始设定。1、设定工程相关资讯，在 PCB 编辑视窗的功能表列单击档案，再单击图框设定，接着在电路图标题列输入发行日期、版本修订、标题及注释等相关的图纸资讯。输入完这些图纸资讯之后，单击确定，接着就可以在图框的右下角看到刚刚输入的图框资讯。2、布线宽度设定。KiCad 在进行 PCB 设计的时候，布线宽度及过孔尺寸预设都是采用网路类的设定。让我们先了解预设的值是多少。
在 PCB 编辑视窗的工具列1，单击电路板设定按钮，开启电路板设定视窗，单击设计规则下的网路类表。目前看到的网路类只有一个 Default， 若未更改或新增， KiCad 将采用 Default 中的设定进行 PCB 设计。在此将布线宽度改为 0.25 mm， 过孔外径改为 0.8 mm， 辅助孔改为 0.4 mm， 其余不变。另外新增一个 GND 网路类，其布线宽度设为 0.45 mm， 其余的设定与 Default 一样。新增网路类的步骤如下：单击网路类加号 ，KiCad 会在网路类列表新增一列，并复制 Default 的内容。输入新增的网路类名称 GND， 输入布线宽度 0.45 mm， 接着单击网路类分配的加号。输入网路名称 GND-REF， 选择网路类名称 GND， 这是代表布线时网路 GND-REF 的布线宽度将采用网路类 GND 的 0.45 mm， 单击确定完成。步骤3：设计板框。如果未定义电路板板框或板框无效，则某些功能，例如 3D 检视器和某些设计规则检查，将无法运作。电路板的板框形状可依需求进行设计，通常板框的形状、尺寸都会有所限制，建议在印刷电路板设计时先绘制板框，再进行电路布局与布线。在此将绘制一个宽为65 mm、高为40 mm 的板框。这个板框将足以容纳所有的封装，而且不会过大。绘制步骤如下：首先单击外观管理器的 H.Cut 层，再单击绘制矩形功能钮，此时游标进入连线模式。单击滑鼠右键，出现快显选单，单击网格，再单击网格 1.0 mm， 在起始点单击后，移动滑鼠以产生框线。当呈现宽为65 mm、高为40 mm 的矩形时，单击确认，接着按 ESC 2次，返回选择物件模式即完成板框绘制，按 Alt+3。开启 3D 检视器，查看电路板，确认板框设计无误后，单击关闭。调整板框尺寸的方法：单击选取板框，拖移板框线段上的空点，即可改变板框的尺寸。步骤4：布置元件布局。目前的封装和位号的相对位置是预设的，一定要适当调整各封装及其位号的位置和方向，以便之后的 PCB 布线工作能顺利进行。操作技巧如下：将活动层切换至顶层同层。移动物件之前，在选择筛选器中只勾选封装或文字。单击图纸，按快捷键 Ctrl+逗号，将网格样式改成小十字，游标改成全视窗十字线，单击确定，将游标移到封装的图形或位号上，单击选取，拖移或按快捷键按移动。在此提醒，若是要移动封装，请将游标先移到焊盘中心点，
再拖曳或按 M 移动，这样有助于精确定位。移动时可按快捷键 R 或 Shift R 来进行旋转调整，必须让封装不重叠，且尽量不让焊盘之间的飞线交叉。接下来就参考范例的布局设计图，示范如何进行单面 PCB 的布局。单击左侧工具栏的英寸按钮，单击滑鼠右键，单击 0.1 英寸网格间距，在选择筛选器中只勾选封装，然后开始移动封装。布局完成，接着再将位号与值排列整齐，不要重叠。在选择筛选器中只勾选文字，然后开始移动位号和值。文字位置调整完成，但还有 SW1、ST1、SW2 与 LED1 的值未修正，在此利用属性管理器来处理。方法如下：在选择筛选器中勾选所有项目，单击左侧工具栏的属性管理器按钮，以滑鼠框选 SW1、ST1、SW2。将3个按钮开关的值改成 SW 底线 Push， 单击 LED1， 将 LED1 的值改成 LED 底线 Field， 修正完成。若有数个元件需要排齐且平均分布，除了分别单击那些元件并慢慢移动摆齐之外，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利用对齐分布的功能。下面就用 SW1、ST1 跟 SW2 这3个按钮开关来介绍。首先选取所要排齐与分布的元件，将游标移到已选取的其中一个元件上，单击右键，单击快捷选单中的对齐分布下的向下对齐，再单击右键，单击快捷选单中的对齐分布下的水平分布。完成后按 ESC 键离开。另外，在 PCB 编辑器中也可以为元件替换之前已关联的封装。例如，要将 U1 的封装替换成 DIP 20 pin IC 角座的封装，其方法如下：单击选取 U1， 单击右键，单击替换封装，开启替换封装的视窗后，单击新封装的库 ID， 栏位右侧的浏览封装库按钮，找到 DIP 20 pin IC 角座的封装后，双击返回替换封装视窗，再单击修改按钮。完成后单击关闭。记得还要调整一下 U1 的位号位置，这样就完成了替换封装。示范完成，我们单击撤销按钮回到未更改的状态。步骤5：布置同导线布线。1、设定网格，在布线前先调整适当的网格间距，以便在布线时能做更精细的控制。单击左侧工具栏的全屏十字游标按钮，
将游标切换成小十字。单击左侧工具栏的 Mir 按钮，单击滑鼠右键，单击25 Mir 网格间距。2. 选择布线的 PCB 同层。由于本章的4D 电路并不复杂，使用单一同层，也就是单层板，即可完成布线工作。单击右侧外观管理器的 V.CU 同层，已选定在此板层布线，按快捷键 X 或单击单轨互动式布线功能钮，此时游标转变为连线模式。3. 进行互动式布线，将游标移到要连线的焊盘上方，并单击左键，此时需导通的焊盘会高亮显示。移动滑鼠，则布线会跟随游标的位置做变化。当有适合的布线出现时，单击左键以做确认。若按 ESC 键则停止连线，再按一次单击则继续连线。当合适的布线来到要接通的焊盘上方时，单击左键，即完成此条铜线的连接，且与之对应的飞线会消失。接下来就进行本电路的布线工作。全部布线完成后，按 ESC 键返回选择物件模式。在左下角，我们可以检查完成的结果：焊盘47个，过孔0个，布线分段数75个，网路21个，未布线0条，全部布线完成。步骤6：设计规则检查 DRC。执行设计规则检查，可确认 PCB 的布线是否完成且与原理图匹配。单击工具列1的设计规则检查功能钮，开启设计规则检查视窗，单击执行 DRC 按钮。执行的结果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如果有错误或者警告讯息，就会出现在这个错误讯息栏中。单击关闭。结束 DRC。 调整 KiCad 对设计规则违规严重程度的设定方法如下：在 PCB 编辑视窗的工具列1单击电路板设定按钮，开启电路板设定视窗，单击设计规则下的违规严重程度。在此可以知道 KiCad 将 DRC 分成电路面向制造的设计、原理图一致性检验、讯号完整性、可读性与其他等6类，各类别中的各个项目违规严重程度分成错误、警告、忽略3种等级。目前看到的设定都是 KiCad 预设的，若有必要则可以自行调整。单击确定。步骤7：检视电路板的 3D 模型。PCB 设计好后，可按 Alt+3， 在 3D 检视器中查看这块电路板的 3D 模型。单击关闭。完成上述7个 PCB 的设计步骤后，接着就可输出及生产。
这一节完成了印刷电路板设计流程的步骤1到步骤7，下一节将介绍如何将设计好的印刷电路板输出及生产。